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其实之前是无意间的想给大家讲讲肯德基跟麦当劳吉祥物的一些黑历史，于是有好多小伙伴在评论里面说，那么汉堡王也不远了吧？其实正正一开始也没有想要做汉堡王吉祥物背后的故事的。那么既然有那么多可爱的粉丝们都开口了的话，那么我也是恭敬不如从命了呗。但其实说到汉堡王，虽然没有肯德基跟麦当劳在国内有名，但还是硬着头皮的在这两家餐饮巨头当中寻找一点存在感。不过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不知道汉堡王的吉祥物是个啥。对的，要不是我今天给大家做这期视频，我也不知道这货可能压根就没有引进中国市场吧。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它也是有过一段恐怖的历史的，也因此而渐渐消失了。此时此刻，我相信你们是不是都沸腾了呢？很想知道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好吧，一系列的废话就不多讲了，但是点赞、收藏、分享和关注还是必要的。那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进入汉堡王的王国吧。在美国，汉堡王可以算得上是第二大快餐品牌了，仅次于麦当劳。可能有小伙伴有所了解，汉堡王的吉祥物一直都是个国王的形象，和汉堡王这个名字真的很配。但是在汉堡王王国的发展历史上，国王的命运算是不顺利的了。这个角色经历了数次改变。在1955年，最初的形象是国王坐在汉堡宝座上，手里拿着超大杯的饮料，是不是和咱们中国很久很久之前的零食袋上的小涂鸦差不多呢？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汉堡王在其儿童广告当中被改编为很小巧的国王。在当时的广告当中，国王都会向孩子们赠送小礼物，或者为他们购买一些汉堡王的食物。通常这些广告当中的口号是这样的：汉堡王，孩子是国王。到了1976年，原始的动画形象被奇妙的魔法汉堡王所取代，后者是都铎王朝时代的国王，统治着汉堡王的王国。他的外形是一个蓄着红胡子的中年大叔，身穿一身考究的行头，头戴金光闪闪的皇冠。他不仅拥有绝妙的魔法技术，还可以利用他的魔术环召唤大量的食物。这好像和我之前介绍的初代麦当劳叔叔很像啊。然而他们相似的地方还不止在人物的属性上面，和麦当劳叔叔的儿童乐园一样，汉堡王的王国里面也有一些人物形象，比如爵士奶昔先生、汉堡屋、华裔公爵，还有一些类似星球大战里面的机械人同伴、炸薯条机器。除了大荧幕上面的广告外，一些汉堡王餐厅还会在外面有个穿着国王服装的工作人员，展示魔术或分发气球和小礼物。到了2003年，一家新的广告公司接管了汉堡王的广告，他们开始使用新的漫画的方式，从汉堡王王国转变成了国王的性格变化。有一名广告公司的员工在 eBay 上面出售了一个20世纪70年代超大汉堡王国王的头像，于是他们集思广益，打算恢复大头国王的形象，并开始病毒式的营销广告给公众洗脑。不过也就是这代的鬼畜更新，使汉堡王国王这个角色开始给了大家一种惊悚的感觉。那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化身当中，国王是一个戴着特大号类似于国王的笑脸面具的演员。广告当中，国王会随机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例如和人躺在床上，或者在大街上的人群当中。他的出现就是为主人公提供某个汉堡王的食物。广告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大量关注，汉堡王国王的形象也因此一度爆红，引起了热议。但事与愿违，大头国王的形象似乎并不是这么讨喜。有观众觉得广告当中的大头国王像是个疯子一样，不请自来，做了一些离谱的事情。他的照片也常常被网友用来调侃，经常描绘成可怕的图片，因为他的外表的塑料感太强了，而且他的脑袋过分大，而导致和扮演汉堡王国王的人的身材很不匹配，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再看看他的表情，一直都是僵硬的微笑，很不自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麦当劳家的小丑形象更加让人毛骨悚然了。慢慢的，有人说汉堡王神似小丑回魂里面的怪物，也有人则觉得在2004年的一个汉堡王广告当中，一个男子早上醒来，发现国王正盯着他在睡觉，随即国王递给他了一个汉堡，在这中间，国王的表情都是同一个笑容，让人觉得非常诡异。试想一下，在你刚刚睁眼的时候，枕头边上放着一个大头国王的头套面具盯着你看，是什么感觉呢？总之好景不长，这代的汉堡王国王就渐渐的被下架了。在2001年的时候，由于销售疲软和观众的厌恶情绪，大头国王的这个吉祥物最终被淘汰。汉堡王官方给出的解释为，不想吉祥物的角色吓跑妇女和儿童，将采用以食物为中心的营销方式。那么汉堡王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在2005年的时候，第一家汉堡王在上海开业了，这是大陆第一家汉堡王，但其实最早是在咱们香港，在1979年就开了第一家汉堡王了，是不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呢？然而当大陆第一家汉堡王在上海开业的时候，汉堡王也并没有在国内宣传任何吉祥物的操作，一次是在2009年的北京西单汉堡王门店开业现场出现了，不过那是
为了宣传汉堡王在全球的第12000家门店，在那之后应该就再也没有汉堡王国王出现的消息了。可能当时在国外的时候，这个惊悚的汉堡王国王的形象本来就不是很讨喜，更别提漂洋过海来到咱们中国了吧。于是，在现代人的印象当中，汉堡王国王应该很少在大陆出现过。如果有小伙伴曾经看到过汉堡王国王出现在你们那里的话，可以在弹幕里面回复一波了。虽然这个大头国王的吉祥物确实很深入人心，可惜这是给大多数人都是带来不好的印象。随着汉堡王慢慢的把大头国王下架掉，汉堡王又开始了与具有相同前景和标准的品牌合作了，进行联合营销。下面这些全新的形象当中，可比大头国王要讨喜多了。在2006年的时候，国王出现在了电影《超人归来》的广告当中。2007年的7月，他又出现在了宣传动画喜剧电影辛普森一家的广告当中。此时的国王也有了同样典型的特征，4个手指，黄皮肤。后来汉堡王与电影《星球大战3》搭配宣传，反响也特别好。2009年，汉堡王又与海绵宝宝一起宣传儿童套餐促销活动。同年，星际迷航的宣传片又与汉堡王合作了。在这些联合营销的推动之下，忠实粉丝们都争相购买了汉堡王套餐，收集玩具。看来联合营销确实是个好办法，把可怕的大头国王形象以独特的方式融入到大家喜爱的 IP 当中，搞得观众都忘记了之前它有多惊悚了呢。不过现在这些玩具价格早就已经翻了好多倍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家里面有保存着各种汉堡王儿童玩具套餐的小伙伴们，赶紧拿出来看看，查一查，是不是已经赚了好几倍了呢？那么说到这里，你们是不是以为可怕的大头国王形象就再也不会出现了？汉堡王会不会一直走联动营销的道路呢？那就大错特错了。在2015年的时候，它卷土重来了。汉堡王通过了一场世界级的体育赛事，又将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头国王带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这是一场职业拳击手帕奎奥与梅威瑟的世纪之战，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令人期待的体育赛事之一。汉堡王斥巨资给梅威瑟赞助了100万美元，因此大头国王也被安排了一个好位置，与梅威瑟随行人员同行，甚至比贾斯汀比伯的位置还要靠前。这次的露面确实得到了大量宣传。然而由于家暴丑闻，梅威瑟一直都是备受争议的体育人物，很多大牌都避而远之，以免惹争议。所以此次汉堡王的宣传，有一些观众觉得哇，他们把国王带回来了，还有一部分则持有批评的态度，为什么要赞助一个家庭暴力的家伙呢？然而面对质疑，汉堡王从来都没有详细解释过为何要选择赞助梅威瑟了，选择了避而不谈。有意思的是，此时的麦当劳则在帕奎奥的代表国家菲律宾刊登了很多广告，拉了一波好感。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看了今天的视频，大家有没有觉得就像坐上了时光机，复古又怀旧？你们觉得汉堡王的大头国王的形象很可怕吗？其实我觉得也就是头大了点，并不是那么可怕了。不过如果定位是儿童的话，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吸引人。但其实不管是哪家快餐，广告做得多好，最终都还要回归到商品本身的。营销只不过是一种附加手段，食物的味道才能更加深入人心。不过说句题外话，汉堡王在中国的销量一直都不太行啊，那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哦。在这里真人还要感谢给我充电的代号赤天使、复活伊藤城、新川枫、一只憨憨1111、52845部、宇度红尘、摩西君、堕若黑龙、瓜子吻西装、BD509049261107、KNGKGY、奶爸爸、Vagrant 靴、W 流泪的天使、西斯维达尊王、团伙的新王、阿邦是光头、XUN 晚生、悠悠家的 High Deal。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认可。那我是正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